哇哇哇！哇，我们这个乡下怂突然来市区，今天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墨尔本我们买不起的房子。他几岁啊？3岁跟2岁。本集影片由澳洲美家赞助播出。澳洲美家，实现你的澳洲梦想家。台湾、澳洲各地服务零时差。这沙发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哇，弟弟，你可以找你的 fire truck 往下看有点头晕的感觉。从这里你就这样过个马路，然后就可以到这里，是 Emporium， 是墨尔本市中心还蛮大的一个商场。然后走，这边就是 Melbourne Central 墨尔本中央车站，这边是 State Library 八角形的那个图书馆。然后这边是 RMIT， 就是一个很多人来墨尔本市区读书会读的学校。中间这一条路大家看到有树的这一条是 Swanston Street， 就是 City 最热闹的区。弗林德斯 Flinders Street Station 就是市区南边的最大的车站。然后那边是有个教堂嘛，然后那边就是亚拉河，市区有一个很漂亮的一条河。这边是皇家植物园，然后艺术中心、国立美术馆。然后那边就是我的学校。总之呢，市区就差不多是大家看到的这个范围。你说什么？我要比问阿姨可以住在这里吗？你要住在这里？好，等一下问一下阿姨，这个多少钱？你觉得这里很漂亮，是不是？比我们家漂亮啊！客厅，无敌景，然后来这边蛋糕，就是吃饭的地方。哇，这客厅很典雅哎。这是餐厅。哦，这个餐厅。而且我觉得我会想象到的是，这里晚上应该很漂亮，因为你住市区的话，你就是要看夜景嘛，不然像我们郊区夜景有什么好看？看星星。我刚刚发现，就这栋楼电梯可以按到就是66楼，然后我们现在是在65。所以你已经算是这栋建筑的最顶，可以看得出来比大部分的建筑都高，俯视群雄。这是什么好老的建商的广告哦！不要吵。用餐区完这边就是厨房，主妇都很在意这个柜子。哦，这是电器柜耶。我想住在这里。什么？好吗？我也想住在这里。哦，然后它是1个瓦斯加 IH 炉。好，那你们要不要吃一下点心？那你们2个我看看你们的坐在这里吃好了。好啊。因为这里是新的房子，所以我们不要弄脏它，好不好？你们要坐在这里吃。老实说。好，老实来。老实说，我对这种食文我还好。哦，这个食文是它最贵的地方哎，你还好？对啊。这食文怎么了？所以我才不住豪宅。哦。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对我来说看起来很成熟，这风格看起来很成熟啊，对我来说。他们的户头也很成熟。对啊，不像我那个小小的幼苗。进去看主卧之前，先把点心盒收起来。我刚发现是主卧有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啊，就是呢，你进到厕所之后呢，你看 double sink 双水槽不奇特，对不对？double shower 这还蛮特别的吧？真的哎！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觉得你洗澡很慢啊，那你就可以2边一起冲。我想到一个好的用处哎，怎么样？你就2个小孩一起洗。对，你就一人在一边，然后啪这样子冲。但是主卧这样设计就很有情趣啊。什么情趣？就是可以一起洗澡，不是进去。我刚刚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它这个是直接做挖孔的，这还蛮聪明的，因为这样你就不会有五金撞到的问题啊。它也不会有五金，就是那个森的感觉。对，橱柜，这是一个房间的吧？房中房哎。对啊，如果我们有这个区的话，就可以那个这样1人1半。可是我的衣服可能就只需要放1格而已。可是你的相机器材很多啊。我的第2个。谁手上拿的是新相机？这应该是 King 吧？这比我们家还再宽一点。是给 King 睡的。这里还不放 King 还是那个吗？说得过去吗？像我们家的是 Queen， 就是给 Queen 睡的。Queen 今天睡到8点半呢。没有好不好？8点20几啊。OK。我跟你说，你等下准备好就可以来客房。好来。我刚发现客房有一个很凶的地方哦。你看这边就是这样，也是一样3角窗的这种嘛，就还好。但我跟你说，你看呢，如果你在过来，你在这里啊，然后你在这边拍你的穿搭照的时候呢，你的后面就有墨尔本的市景哎。
哦，你拍那个什么 OOTD？对啊，哎，你讲对，我讲对。好意外哦，好意外哦，你这样讲对。你在那拍 OOTD 的时候，谁的指纹在这里啊我？刚刚还试图想要用我的衣服把它抓一下，有够凶吧？ Amazing 哎，弟弟你的葡萄干又掉了，我的妈妈咪呀！直接把它吃掉了。耶！这边就是如果有阿公阿嬷来的话，阿公阿嬷就可以睡这。然后你这边就可以看到河景。我其实蛮喜欢那一面的风景的，因为那边是植物园。不是哦，这个其实也可以算一个房哎。这是书房，所以它算3+1。这个书房哇，你真的是成功人士哎！还有卡尔拉格斐的小书，你知道卡尔拉格斐是谁吗？卡拉菲以前香奈儿的艺术总监。Disney Channel 哎。然后这样子走过来这边，第3间房间，这边就是第3间房间，所以其实这个就还蛮适合当小孩房。那一间小一点的那间比较适合当客房，后面就可以直接洗澡，帮我们洗澡，洗完澡就这边换衣服。我觉得有一个很实用的点，就是它的每一间卧室都有厕所。小孩长大一点之后，就是大家都有各自自己的空间。这厕所就还蛮大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设计。你在这挖这个很顺，你来摸摸看，我就跟你说，真的会一直想要摸。有纪律的妈妈，拍完就要收拾残局。到65楼豪宅也是一样。对，你就当 Airbnb 在住。这间是多少钱啊？这间是573.6万呢，没有想象中的夸张的钱。这个物件是这栋楼最贵的。其实我看它底下的楼其实有90几万的。这当然就是我们就开一个最顶的给大家看。我这里的那个采光非常的充足，就让我觉得很……那就请你捡起来。今天这豪宅听说还蛮猛的，重点是今天怎么样？今天精彩的地方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两手空空，一身清爽。等一下这个豪宅我们可以特别跟大家认真介绍。上次一头混乱。我去看那个素材的时候，真的是觉得后面的狗好可爱哦。喂，我去看那个素材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吵死，真的吵死了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感觉还蛮猛的。OK， 是你身后这一栋是吗？对，我身后这一栋。这根柱子看起来很亮哎，最烂的开箱豪宅的 YouTuber。电梯出来呢，这里就是玄关。这个它就解决了你上次说那个电梯要等很久的那个问题，反正它这个就是你逼了一下，你只会到你的楼层。我觉得那个富豪他们真的都还蛮重视隐私的。不是，我觉得不是隐私，不然呢？就不是，因为你等电梯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去等电梯啊。这其实不是隐私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他不要的是什么？不要的是什么？他不要是你在电梯里面这样子，然后有人走进来，然后你们两个这样子。他们不要的是这种感觉。他们怕说那个2个富豪万一在电梯里面遇到的话。啊，你买多少？我买那个530万。怎么开场跟扯那么久啊？这里就是一个玄关，电梯出来。家里想要做一点比较那种脏的东西的话，像是比如说露营用品啊，对，有些人有时候想要就是切木头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些木工，想要种树啊，过不去了。我谢谢你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展示一下，然后不小心把自己关起来。进到门口里面，这边是客人厕所，一进来就可以绑塞。如果你在澳洲住过的话，你就会发现你家通常就是一走进来就是厨房。哦，以前我们家就是，但是你看它这个格局，你就觉得整个就很合理这样子。因为人家家里够大。哇，超多柜子的。哦，对啊。可以开吗？我刚刚绕了一圈然后发现让你的家里可以变得有一点像豪宅，有2个做法。放盆子。第一个做法就是你把你的这个五金啊换成深色，然后是雾面的。OK。然后第2个就是你的厕所用黑色的卫生纸。黑色卫生纸。黑色的卫生纸。你等下去看，它厕所是黑色的卫生纸。就这边厨房呢，它就是一个比较是烹调这种轻食。就不是给你在那边热炒店的地方这样的，所以它这边是做电磁炉，而且它这个锅子就是只有一格一炉哎，然后开放式的中岛，中岛不是开放式的吗？然后下面就有很多柜子这样子，然后走过来这边就是厨房的对面这样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通往你的车库嘛，对，它是那个南半球唯一一个空中停车场，
唯一一个空中你可以把车这样吊高高，然后送到你家的。但我们在墨尔本80%都开破车啊。刚那个建商代表他就问我们说：“你们要不要把你们车停上来？”这样，我们说不用了，保险杆还掉一点下来。你看，如果你来这里这样子，看着你的 Camry， 心情就真的很好。我知道我刚刚的疑问是什么了，我有点不太懂，把你的车放在家里可以看到，为什么你要一直看着你的车？这件事的情怀是什么？然后我现在懂了，是看你开什么车。我更喜欢的是里面这些厨房。对啊，你看，这可以叫你的小仆人在里面煮饭呢。这个才是厨房啊，这个才是厨房。我跟你讲，而且就是有这个门可以关起来嘛，这很好就可以所有油烟。这是什么牌来的？嘎哥什么？而且我们家最近有一个，等一下，你有没有关？应该有关好。而且我们家最近有一个小困扰，就是我们家最近早上起来都会吃煎蛋。每次煎的时候，然后大冬天都要把前后门都打开才能通风。不然就会整个家都是煎蛋的味道。所以你在这边，这就是煎蛋房。旁边这边就是一个橱柜空间。核桃这边盘核桃这边盘核桃先生，你可以不要那么失控吗？我盘核桃盘2圈就掉了。觉得这边有个很酷的设计，就是呢，怎么样？你看这样子，如果你是小仆人的话，这样子走出去Woolworths买菜，这就是后门，你就可以从那边买菜。对啊，你看这就是后门，这样子出去。然后你买完菜就可以进来这边，对，放东西。对 ，OK， 继续煎蛋。所以这边就是他的客厅，这次客厅就让人家觉得这种很休息的感觉。Magic， 不要关了，不要关了。或者我觉得我们好像的某个影片里面有这个话。不要关了。他不听我的话。你生黄期的时候，我们去住月子中心就是这个。你很厉害，你竟然可以直接想到那个画面。影片是我剪的啊，我知道。St Kilda 就是一个市区的南边嘛，这个点还蛮好的。不精彩是不是？用手点干净。有这种比较安静的这种空间。但是呢，交通都很方便。对，而且你是每天就是这边这样子，你就这样子啊，不是这样，有钱是怎么在这样子，而不是这是阿兵哥，懂吗？懂吗？你的手上拿一杯酒。餐厅区跟外面的阳台区，很好堆耶。打开就很明显外面的声音。是如果你刚刚在那边讲煎蛋，味道很大的话，你就可以这样。对，有钱人都想得很清楚。你看这有蜘蛛吗？有钱的蜘蛛。怎样？你想要当那只蜘蛛吗？我想当蜘蛛。我觉得小孩家庭有一点难想象这个空间要怎么使用。对啦，难怪我刚刚一直想不到这个空间怎么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想象，如果我们没有小孩的话，我们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这样子。你可以在这边吃你的煎蛋。对，煎好蛋就可以拿这个吃。如果你在这边放一个吧台桌，你放一个吧台桌在这边喝咖啡，然后你在那边就是海景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刚股票又不小心赚了100万，不得了！你煎蛋吃完的，你这样来，就拿进来洗碗。对，是。不用洗啊，放在哪里？所以从刚那个公共空间，他们就说这是静的空间，然后到这一半，你等下跨过这条线，应该是那边是动的空间吧？刚刚那边就是动的空间，然后现在这边进来就是静的空间，就是公领域跟私领域的差别。因为我带小孩，我已经不知道到底哪里是静跟动了，有不好的回忆跑出来。这边首先走进来就是这个书房，我觉得这书房的这个点，我觉得超 OK， 它就是很像三角窗的一个。对，因为你就是它就是把这种机灵地嘛，有人会这样说自己的，就是把这个空间，那这样隔成书房就很舒服。看这边烫头发，你在这个桌子上感觉就会签一些大合约之类的。它这个灯的开关是比较，你按到东西了。你看，黑夜降临。就他妈的。他是不是要关就要关完啊？好，那我们快跑！刚刚那是 study room 嘛，然后这样走过来就是第一间的客房，然后呢，厕所、马桶，然后有它一样有这个，同一个人做的哦。你刚刚说的黑色的卫生纸就是这个了。对啊，你觉得我可以投一张吗？你偷哪一张再把它折过去，我再帮你折回去。是的感觉很好哎，是吗？而且超厚的。刚不是说哪一张吗？而且这个超厚的哎，这擦弟弟的鼻涕就擦很干净。
拿回去擦自己鼻涕。你要让它上面是这个尖角这样子 ，OK。OK。第二间卧室，哦，大同小异，其实。我感觉这间卧室大了一点哦。你看这个床都没有铺好，这个小孩长起来这样子都没有铺好床，这跟我们家一样啊。我把它铺好。哦，我现在突然发现他这个房子挑高挑超高的，我大概是180公分嘛。对，这样。最后一个桌室，一进来就是它的更衣区，就是放鞋子的，然后挂衣服的，精品衣柜。哇，我打开它有亮灯呢，而且它是渐亮。它做这么高是要给谁用？来，你来，我看你拿不拿得到衣服。你就这样嘿，轻轻松松这样子拿到啊。好，你挂回去然。后你再把它这样嘿，轻轻松松的抱回去。你脚垫那么高，你这样子170公分你都拿不到。我才没170公分。家里有这个东西的话，你小孩绝对一天玩100次。对啊，真的太好玩了。你看这个床又没铺好，又没铺好，再来帮他铺一下。你看这个发长翅膀，这个设计师还蛮有品味的。发，大概是这个意思吧。就比较小的时候啦，我其实分不清楚宾利跟 Mini Cooper 的 logo 有什么不一样。都有翅膀。对，我觉得这个竹会让人家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我猜是颜色的关系，沉稳的感觉嘛，跟内装的关系吧。但是你就很难想象，在这个家有很多小孩或者很多人在这边吵闹跑步的感觉。这个家就比较适合就是一个人或是夫妻2个人这样住。就是你已经摆脱小孩了之后，或是你没有小孩，然后在这边这个圆形的浴缸，你不会觉得人家都看到你吗？可能有些人是喜欢给人家看到的吧。这也是一个品味哦。我喜欢别人有这个品味啊。这次看这个豪宅最大的发现，又是双莲蓬头。我们对那个有钱人有一个新的理解，就是他们的品味我们都不太了解。他们好像都喜欢跟人家一起洗澡，省时间吗？他们搭电梯不能跟人家一起搭，但是洗澡可以跟人家一起洗。这2个是可以比的吗？他就这样子回来，他就回到那个对管家可以去沃沃斯的那个门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家的设计很好。他说他们的建商是意大利人，确实是蛮欧式的啦。而且这个比我们上个看的建案还要便宜，这是520，对，那个是地点好，然后这个是里面整体设计好，但是这是去年才盖好的房子，很新。然后什么这2天看完这2个豪宅以后，你不觉得看完之后会有一种那种心里酸酸的感觉吗？你不会啊？哪一种酸酸的感觉？你说酸葡萄的酸酸吗？心酸的那种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男生的关系，我觉得你就很容易拿比你高的东西来跟你比。像我们家的房子大概是80万嘛，然后其实像是这些房子就都是大概500起跳这样。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为什么他们可以我不行？我不是很这种人，但是我觉得确实这种想法就是会闪过我的脑中。不是那种基于仇富心态的那种观点，对，你比较是自我反思的观点。对，然后我就得出一个结论，就是其实很多的住在好房子里面的人，不一定是因为他的这一生很努力，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就是他们家原本的状况就很好。我觉得反过来想哦，对我们的小孩子来说，我们就是他们的天花板啊。就是为什么其他的家长可以给他们的小孩这么好的居住环境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给我们的小孩这么好的居住环境。那我们就不能够说，因为你阿公阿嬷很穷啊，这样。这算是某种推卸责任吗？不是我不努力哦，是你阿公不努力哦。你看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，我们现在住不起，我们可以说是因为阿公阿嬷不是这么有钱的，生我们爸妈不是这么有钱的。但是你小孩住不起，那就是你穷嘛。今天最后一天是来看一个预售屋，正在盖。就他妈的，今天才刚开始而已。但是这边有个很猛的地方，就是旁边就是 Yarra River 嘛，然后一转进来就是，让我来跟您介绍一下，这边就是 Chapel Street 这样子嘛。我们在这里，好完美耶！因为我一直很梦想住这里，就是我觉得早上可以在 Yarra River 慢跑，很爽。对啊，你可以梦想啊。好啊，你可以帮我想。你可以梦，我不会帮你想，你可以想。等下去买那个。把这套和这套打通，这套和这套打通，所以真正理论上是小于120套左右的这样
个高楼的话，它是分2部分，这一部分的话呢，所有的 facility 都在我们早上都在我的这个 co-working space， 我们包括办公的地方。谢谢你的解释。洗澡，还有呢？洗澡旁边有大便的地方，大便是非常生气。他刚说2房的其实才140万。你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崩坏了，是不是？假装洗澡。啊，谁要先洗？我啊。而且他这边他的隔壁就是没有本海。解释一下，没有本海，墨尔本的北一女，师大附中的感觉。还没有到北一因为它是女的程度。混校。哦。没有，他们前3志愿不像台湾这样，就是永远都建中北一女。对啊，你嚣张什么？怎么样？他基本上就是正隔壁，就隔壁栋啊。你在那边听到噔噔就是你噔，儿子如果在旁边，被老师骂的话，或者是他在旁边说，哎、我便当没带，这样丢过去，他就有午餐吃了，真的很惊人哎。原来买预我售屋第一次看这种展厅哎，原来看预售屋你不能靠自己房子，要看这种展厅啊。不然嘞？哦，你没看过展厅吗？你们家旁边之前都更的时候，旁边不是就有很多展厅吗？我看起来是可以进去的人。我已经开始想说，先生你来打扫的吗？我这几天这样子看这些房子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我就觉得它还蛮像那种10年前的台北的感觉，就是它就是开始一直在盖新房，然后其实也盖的差不多了这样，然后每个房子就是买起来都是什么1-2千万啊，3000万台币的这种感觉，然后那时候你都会觉得根本就不可思议，根本就买不起，但是其实现在买不起，其实你10年后就更买不起的感觉。就是我前一阵子看到有人在讨论说，到底是要富养小孩还是穷养小孩？我可能看到90%的网友都觉得富养小孩才是对小孩最好的，因为如果你穷养小孩，你会让你小孩长大以后对钱很没有安全感。但是我心里就会有一个疑问，就是说，那难道我们这些只能穷养小孩的人，难道我们就不配养小孩吗？或者是我们就是个失败的父母吗？就简单的说，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事啦。可以让他搭商务舱，我想说不行，为了要磨练你，我就让你搭经济舱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出路，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心灵富养小孩。哎呦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心灵上富养我们的小孩。怎么样？就是我自认为，我觉得我这点做得很不错，真的是花非常多的时间在带我们的孩子，在他们人生的任何阶段，甚至任何一天，然后任何一个晚上，然后任何一餐，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是缺席。我看到有人跟你一样跑步，一样跑。这就是我们能够为我们孩子做的最多的事情，这样。就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自己在脑中想象一下，我觉得这答案就会呼之欲出。就是你今天给你小孩一个3万块的 iPad Pro，跟你今天陪他去玩1整天的公主，你觉得哪一个对他来说，为他带来的快乐是更大？就公园还可以吃冰淇淋哦。一定是 iPad Pro 嘛。但是我真的觉得每次他们的脸上的那个笑容，跟他们的那个满足，然后他们很累的，然后睡着，然后他们晚上说我下次还要去逛动物园的那个对话，我都会觉得，对吧？还蛮感动的。你喝？那你呢？啊？那你呢？我没有啊，为什么？我没有喝啊，因为你不用吗？我不用。谢谢。好喝吗？